位观众姥姥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山海。今天我想聊聊电影和老登。最近几年，以女人为视角的电影逐渐增多，芭比、热辣滚烫、出走的决心到好东西的上映，每一部作品都会带来一场狂欢。相比电视剧与小说，为什么电影有更大的讨论度、更大的影响力呢？相比起文字的形式和冗长的电视剧，电影通过视觉、音效与音乐的结合，提供了全方位的大屏幕沉浸式体验，更具有感官冲击力，能在短时间内对观众产生深刻的情感冲击。2个小时的限制，使其更适合快节奏的生活，高效的传播信息和制造话题，让每个人都容易参与，可以快速地引起即时的热烈讨论。除此之外，电视剧的制作预算和大规模营销也往往高于电视剧，使电影在上线后可以迅速席卷全球，有着跨文化、跨语言的传播能力。电影强大的影响力使其成为政治宣传工具，成为社会和文化力量最先掌握的喉舌，也是价值的输出工具。从好莱坞经典时代到20世纪，电影市场往往由男人主导，使电影的叙事倾向于满足于男人的需求，诞生了老登电影。男人创造了英雄主义电影，聚焦于人在极端环境中产生的勇气、智慧和牺牲，塑造了男人在面对挑战中强大、凌驾一切的形象，拥有个人崇拜色彩，类似于《教父》、《拯救大兵瑞恩》、蝙蝠侠、黑暗骑士、肖申克的救赎等。这类故事，女性角色往往被边缘化，或成为需要拯救的对象。第二类属于政治批判型电影，他们专注于内涵、权力、科幻、国家等宏伟叙事，看似高深莫测，通过宏伟和人物悲剧进行反思，实则仍然只围绕男人的成长、挣扎与救赎，无视女人的痛苦。例如《我不是药神》、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、活着、窃听风暴等。时代的洪流不过是老登的遮羞布。第三类则为情感和社会类，多集中在道德、家庭和个人成长上。虽然女性角色多了起来，但大多都属于刻板印象或处于被动地位，剧情仍由男性主导，夸大男性的地位，比如《摔跤吧，爸爸》、《致命 ID》、《当幸福来敲门》、《夏洛特烦恼》等。老登电影是在聊男人对权力的认同，不仅在表面上刻画男人的冒险，更深层次地迎合了男人对权力的幻想。通过高高在上的主角形象，强化了男人掌控一切的虚幻。老登电影是在讲男人的成长和突破，无论是渺小还是庞大，他们都是世界的中心。与之对应，女人永远都是不出彩的配角，没有主体性，被限制在狭窄的叙事里做背景板。好像男人在面临困境时就会成长，而女人在面临困境时只能等待男人的成长来救场。在老登电影的影响下，男人是英雄，女人是附属，潜移默化着整个社会，不断复制着刻板印象，巩固男权意识。在老登电影不断洗脑的过程中，一些女人突破了被隐身状态，开始取得男人无法比拟的成就。刻意的忽略女人，刻意的掩埋女人，都失败了。他们开始了第二招，偷取和篡改。《飞屋环游记》男主的爷爷原型是位大佬，狩猎本是一个男生诬陷女老师性骚扰的真实案子，被男人创作成了女孩诬陷男人性骚扰。金陵十三钗由大爱被歌颂的神父，其实是魏特林女士的事迹。底线直接把江歌妈妈这个母亲多年来为女儿的呐喊和反抗，换成了一个本来不存在的配子。拿大锤的南丁格尔更是被厚脸皮的男人抢先出版南丁格尔先生。女官男戴，男罪女卑，他们不仅抹杀女人的贡献，还不停地偷改历史，洗脑我们历史上女人本弱，男人本强。如果女人相信了虚假的历史，
那很多人就会放弃努力，接受所谓的角色设定，直接陷入被绝对力量的压迫。这就是女人没掌握电影市场，没掌握喉舌所导致的悲剧。从一众老登电影里冒出来的女主电影，是女人反击的开始。接连出现的女主电影，首先释放给市场一个信号：我们厌倦了老登电影，厌倦了男人主导的叙事。不论电影是否出彩，是否展现了女主的主观能动性，女主电影的出现本身非常重要。它让女人成为一个整体，站到了全世界的拳击场上，出了第一拳。这是女权经过多年不断呐喊、不断发声的结果。个人与集体的觉醒速度不同，先有个人的觉醒，普及到更多个体，才会有集体的属于女人的觉醒，属于女人的挥拳。最近出现的电影其实按女权的要求来是远远不够的，但它足够让男人警惕，并高喊小妞电影这种带有年龄和性别双歧视的称呼。而说出老登电影这个词，就是我们集体下一拳的反击。我知道单拎这些女主电影出来，每部都有它自己的问题，而且就这些问题已经引发过大大小小的争吵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电影这个有强大影响力的武器呢？首先，每一部女导女主的电影都可以关注并扩大其带来的正面影响。比如《热辣滚烫》上映时，可以顺应电影打拳的风，宣传女人的力量，宣传打拳的好处，扩大作品带来的社会影响力。即使是像好东西这样现在风评不佳、迎合自由男权的电影，也可以多讨论其带来的老登电影，以及扩展的一系列老登文学、老登游戏、老登音乐等文化现象。天下苦老登久矣，读不懂的必读文学著作榜，看不懂的晦涩豆瓣250电影，这下都从讨论中得到了解释。男权推崇的自然是男人创作的符合男权标准的故事，所以过去的文娱都是在为男权服务。当我们扩大老登这个词，我们实际在做什么？我们是在用老登这个词消解男权社会下男人的叙事、男人的特质、男人对权力和对女人的幻想。我们在讲这个虚幻脆弱的被男人创造的游戏规则，我们在传达男人的一切不过如此。而随着对老登文学的批判，有很多姐妹讲出不去定义老登，在男人反对好电影老登化时不去辩解很重要，因为上位者拥有沉默的权利，而失权才需要辩解，越辩解就越失权。女人拥有对老登文学的一切解释权和审判权，你说是，它就是，无需花费精力和时间自证。我认为这就是在进一步扩大电影的影响力，宣传女本位，宣传争取权利的方法。除此之外，上桌这个词最近也在不断被讨论，很多反对批判好东西的姐妹有谈到现实生活中男权的严格审查，支持好东西先上桌。但如果上桌还是建立在吃女人之上，那掀桌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法。至于如何做，就需要大家继续讨论，细化下一步。这些话题的延伸都是好东西上映后带来的连锁反应，让大家审视并质疑男权的叙事逻辑，推动女人话语权进一步争夺。其次，我认为应当建立一个评判标准，设立属于女权的电影打分体系，不再依赖豆瓣或 IMDB 等有男人打分的排名，而是打造我们自己的影片排名。男导男主以及过度描写女性苦难的电影，不推荐任何人去院线花钱看。同时，电影的评分标准应以10BT 为基础，例如图示的具体标准。尽管比起文学作品，这个评分体系宽松不少，但考虑到电影制作需要多个个体协作的过程，我们可以暂时放宽标准。在女导女主电影的数量增加、质量提升后，再修改和完善标准。通过评价体系，我们可以创造属于女人叙事的新规则，不仅能对电影进行客观的评分，也能通过信息共享，
使每个人都能清楚地了解每部电影的优缺点和真正值得关注的作品。当然，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推动这些规则的普及，比如举办电影之夜、撰写影评、制作榜单等来构建女人的电影生态。我没有看市面上最近大火的女主剧，那我就拿芭比来举个例子吧。芭比的世界观都属于腐丑异，同时不随母性，减2分。在芭比去现实世界解决问题时，肯偷偷从现实世界带回男权制，给女人洗脑，降格女人为驴。女人们夺回芭比乐园的方式是真清醒假勾引，让男人内斗，属于上桌割肉。我不认为这样的角色塑造有利于女人的主体性，减1分。当肯夺权失败后，女主还安慰他，鼓励他成长，讲一些自由平权的话，减3分。有芭比说辱女词，减1分。女导演现实中有男儿，减1分。在10分的满分上，芭比只得了2分，这减去的分数就是下一个女主电影可以成长的空间。这对我们鼓励女性创作者有了一个阶段性的方向。目前最好的影视剧当属《海妖的呼唤》，而即使是《海妖的呼唤》在此标准下也有一定的向上空间。我们需要多推广、多宣传符合我们标准的剧，利用这些剧达成我们全女世界的目标。最后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守自己，向上，不断向上，在杂乱的信息和洗脑的制度中觉醒，向糟糕的世界对抗。你很了不起，是每一个你的挺身而出，坚持发言，犀利批评，从不妥协，才让我们的声音被听到，促使集体觉醒。永远不停止发声，永远不停下脚步。有人走得快，有人走得慢，有人会走错方向，有人会跌入陷阱，但只要走在路上，我们就会遇到更多的同伴，最后在终点相见。我们就是电影中的英雌，拯救自己，无畏前行。感谢你观看这期视频，感谢你点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分享，让更多的女人听到我们的声音。